众所周知，日本是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之一。为此，在战败后，日本受到了和平宪法的限制，但近来日本却在耍小聪明，妄图绕开这一宪法中的规定，妄图将多功能护卫舰出口到印尼。然而，印尼也知道这样做会有一个怎样的后果，为此，印尼用行动表达了自身的态度。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日前，我国与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一场海上联合演习，尽管军演的规模不大，参与军演的舰艇只有2艘护卫舰以及2艘导弹艇。但是这次演习的意义并不因规模小而显得无足轻重，相反，印度尼西亚对我国的态度在此次联合演习中很能体现出来。这段时间，美军主动拉上了日本和法国，准备进行夺岛登陆作战的演习，借此向我国发出信号。而在这个敏感时期，印度尼西亚却顶住美军以及日本的压力，选择与我国进行海上联合演习，这必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但印尼的行动已经说明了一切，可不要小看这一举动。仔细想想，日本宁愿冒着挑战宪法权威，也要将武器出口到印尼，真的只是为了获取外汇吗？当然不可能。要知道，日本背靠美国，缺什么也不会缺外汇。那日本如此冒险究竟为哪般呢？分析认为，一旦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协议成为现实，日本就可以进一步介入围绕我国南部海域的争端，从而更好地遏制中国崛起的步伐。任何地区性大国的崛起都会受到周边国家的抵制，这是历史所验证的事实。作为我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自然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所以想方设法遏制中国成为日本的必然选择。而遏制中国最好的方式，无疑就是到处拉帮结派，而拉帮结派最快捷的途径莫过于贸易往来。但要知道的是，美国能全世界的找所谓的盟友，那是因为美国确实有那个实力，日本又凭什么呢？而且从美国近日的政策转变来看，对华遏制最重要的模糊政策恐怕真的是很难维持下去了。而一旦这一政策维持不下去，那届时的台海局面无非就2种：其一，美军胆子很大，直接选择武力干预；其二，没胆武力介入，甚至还将主动促成中国统一。那从印尼这种最擅长认清形势的小国的选择来看，他们显然是认为美国的选择将是后者。毕竟，发动战争从来不是美军的目的，干预中国的发展才是。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最近确实颇为紧张，因为澳大利亚几次不听中国劝告，即便被中国反制伤到了皮肉，也不曾放弃针对中国。还有数位澳洲官员公开宣称要武力掺和台海局势，并且和中国之间的战鼓已经擂响。既然澳大利亚一意孤行，中国自然不会手软，于是有了无限期暂停了中澳经济对话下的一切活动。这一番手段让澳大利亚不少人瞬间出动，劝告澳大利亚政府不要再为了自己利益忽视人民的利益，甚至还有美国人在一边落井下石。美国专家发文表示，澳大利亚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煽动对华强硬真的很愚蠢。不过显然土澳现任政府的头脑有点不太能转动，不仅继续掺和台海局势，还派出军舰和美日军演，甚至洋洋得意地把铁矿石产业的价格炒了起来。因为中国是工业国，对外部原料需求很大，所以作为原材料出口国的澳大利亚在中国进口铁矿石总额中就占据了 60%。 这么一看，中国对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还是颇为依赖的，所以澳大利亚手捏大批原材料，自然就开始炒作铁矿石的价格了。而这也就是澳媒公布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中国每日可以赚人民币38亿的起因了。那么问题来了，澳大利亚这么做真的没问题吗？中国这次吃亏了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可不是吹的。澳大利亚占据中国进口的 60% 左右，而中国占据了澳大利亚出口的 82% 左右。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其实更加依赖中国，一旦中国不采购澳大利亚的铁矿石，那么澳大利亚还能卖出去吗？所以现在明摆着的是，澳大利亚赚了中国的钱，那么中国如何才能反败为胜？很简单，不买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自然就不会让土澳赚钱了。而中国对此也早有准备，很早就开始寻找更多的铁矿石供应商，同时中国也在提高自己的铁矿石自给率，并且提高钢铁炼制质量。一旦中国达成了目标，到时候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又有谁需要呢？澳大利亚现在涨价涨得越高，未来崩溃的就越快，到时候指望美国来帮助澳大利亚吗？那是不可能的。据澳媒爆料，澳大利亚现在国内的投资比例中，美国的投资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这是一种危险的关系。一旦美国想要，就可以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债权人。也就是说，澳大利亚陷入了美国的债务陷阱。所以相比中国，美国其实更加可怕。有澳大利亚学者就非常清楚，一再告诫土澳政府，追随美国一定要三思，对抗中国并不明智，不说战争不一定会响起，就光是中国的实力就足够澳大利亚喝一壶了。所以最近澳大利亚媒体就评论
从干劲十足到渐渐沉默，澳大利亚对华叫嚣的政客们终于明白了对华不可抗衡。澳大利亚以为掌握日赚38亿的铁矿石贸易就无忧了，谁知只是中国下的一盘棋，是一个陷阱而已。根据媒体报道，近日美国太阳能产业协会发布一份公告，公告称该协会将会协助美国的太阳能产业避开中国太阳能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涉及强迫劳动。而此前美国发布的所谓涉及强迫劳动的中国企业中，就包括多家新疆的太阳能多晶硅制造商。看到这则消息，是不是感觉既视感十足呢？这完全就是此前西方恶意炒作新疆棉花问题的翻版，没有任何新意。这个美国的太阳能产业协会似乎就是充当新疆棉花事件中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身份进行造谣生事，欲制造第二个新疆棉花。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声明无疑将会动摇刚签署还不到1个月的中美联合声明。在上个月中旬，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到访中国，与中国展开关于气候问题的谈话。在4月18号，克里离开中国的后一天，中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未来两国将在气候问题上进行合作。在如今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这份声明也实属难得。然而别忘了，美国人如今退群就如同吃饭喝水一样平常，只不过这次这么快，美国就要毁约了。其实中国很早就意识到环境问题也是出于对未来考虑，中国诚心愿意合作的。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光伏产业国，根据国际研究咨询公司彭博新能源财经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50年，中国国内的电力来源中将有 48% 来自太阳能和风能，而中国太阳能发电量能占到全球光伏发电量的 17%， 中国风力发电能占到全球1/3。相比较之下，自从美国开展页岩油革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与出口国后，关于新能源与传统能源之争在美国一直没能统一。像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作为传统油气能源支持者，一直公开反对新能源建设，甚至否认气候变暖的论调，而现总统拜登则正好相反，也因此中美能在最近达成联合声明。但是长期的争论导致美国各界对待新能源的问题根本不能统一，而这次美国公开要封杀中国的太阳能，不得不让人怀疑美国是在借环保之名，实质上是在搞能源霸权。中国太阳能发展可能威胁到美国在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就遭到封杀。至于为什么强迫劳动只是美国用来搞不正当竞争的借口罢了。在美国眼中，霸权比人类命运更重要。中国的太阳能产业的迅猛发展成为美国的眼中钉，这就和中国的5G 等技术一样，成为美国要打压的目标。尽管说禁止新疆太阳能产品就能使得美国自己的成美国太阳能产业成本上升，影响美国的减排计划，但美国当局可从来都不是真心环保。